大家好，我是叶文斌的妈妈。我儿子7月28日被同学邀约到南昌游玩，后面被人骗至广西靖西雅斯特酒店，在雅斯特酒店行李物品还在里面，上了一辆网约车，到了龙岗口岸，被人挟持到了柬埔寨，至今没有一点消息，4个多月了。我四处寻找，我现在在柬埔寨金边找各种有能力的人，求求你们帮我寻找一下我的孩子叶文斌。我儿子3岁就没了父亲，他是一个特别可怜的孩子，我也找得很辛苦，求求大家帮帮忙，也求老板开恩能够放了我的孩子，能够让我的孩子跟我联系一下，谢谢你们。2025年12月，一位中国母亲在柬埔寨街头举牌寻子的画面戳中了无数网友的泪点。她的儿子叶文斌19岁，失联近4个月，网传被诱骗至电诈园区，遭16万元转卖，被毒打至遍体鳞伤。全网接力转发寻人，为少年揪心，为母亲呐喊。可谁能想到，这场牵动千万人的悲情寻子记，最终会以一场惊天反转收场。所谓的受害者，竟是主动偷渡、自愿参与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我们就揭开叶文斌事件的层层迷雾，看一场被贪婪与谎言编织的闹剧，如何最终败给真相。时间回到2025年8月，江西铅山的叶文斌告诉母亲费某红，要和同学欧阳某某去南昌游玩。可母亲没想到，这竟是儿子精心编织的谎言。8月5日起，叶文斌彻底失联，电话关机，微信不回，定位从云南普洱一路迁移至边境。8月8日，费某红报警，警方调查发现，儿子的踪迹最终指向了柬埔寨，那个被无数人视为诈骗天堂的地方。为了寻找儿子，这位几乎没出过远门的单亲母亲开始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他晒出儿子最后一次视频通话的截图，画面里叶文斌抬手摸脸的动作被网友解读为摸酒窝等于救我的隐晦求救。他转发网传的伤痕照，声称儿子被电诈园区毒打转卖。一时间舆论哗然，19岁少年被骗至柬埔寨电诈园区的话题冲上热搜，网友们自发转发寻人启事，谴责诈骗集团的残暴，为母亲的执着落泪。2025年12月5日，费某红独自踏上前往柬埔寨的寻子之路，在金边、西港的街头奔波，拿着儿子的照片逢人便问。中国驻柬大使馆也全力协助寻找。这场跨越国界的寻亲，让所有人都坚信叶文斌是无辜的受害者。就在全网为受害者奔走时，警方的调查却挖出了第一个惊人真相：叶文斌的失联根本不是被动诱骗，而是主动奔赴。根据铅山县公安局通报，2025年7月30日，叶文斌和欧阳某某就曾试图从云南普洱非法出境，被边防检查人员当场拦截。工作人员不仅详细告知了他们非法出境的法律后果，还特意电话联系了双方家长。费某红当时明确表示反对儿子出境，两人签署了知情承诺书后，被工作人员安全送上返回普洱的大巴车。可谁也没想到，这份苦口婆心的劝诫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被劝返仅3天，叶文斌和欧阳某某就偷偷绕到广西百色，于8月3日在蛇头的带领下非法偷渡进入越南，随后辗转抵达柬埔寨。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网上看到的高薪招聘，所谓佣金5到10万的诱惑，让这2个刚成年的年轻人甘愿铤而走险。更讽刺的是，网传的求救视频不过是被劝返时的普通通话。叶文斌自己供述，就是摸了一下脸，没什么意思。那些所谓的伤痕照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别有用心之人拼接的谣言。此时剧情已经开始反转，那个被全网同情的受害者
其实是无视法律、执意偷渡的冒险者。如果说主动偷渡已经颠覆认知，那么警方后续查明的真相更让人震惊。叶文斌不仅是自愿出境，还在电诈园区里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转变。抵达柬埔寨后，两人确实进入了电诈园区，手机也被收缴，无法随意进出。但他们并没有像网传那样被虐待，反而在园区内可以自由活动，甚至有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起初，他们被安排学习诈骗话术，针对国内有招嫖需求的男性实施精准诈骗，先诱导支付小额会员费，再以激活、修复为名层层加码。从一开始的害怕，到看到工资后的麻木，再到主动参与诈骗，叶文斌和欧阳某某的心态逐渐扭曲。欧阳某某供述，他第4个月就拿到了$1100的工资，叶文斌也从实习岗晋升为正式岗。他们不再想着逃离，反而抱着先赚够钱再脱身的想法，成了诈骗集团的帮凶。而此时，他们的父母还在国内心急如焚。费某红在柬埔寨的寻子之路，更像是一场被儿子谎言支撑的徒劳奔波。2026年1月5日，因签证到期，费某红无功而返。可他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正在柬埔寨拿着诈骗来的钱，过着赚钱梦里的生活。这场持续半年的闹剧，最终在中检执法合作的重拳下落幕。2026年初，随着跨境打击电诈力度加大，电诈园区在压力下将叶文斌和欧阳某某送出。1月16日，两人试图从广西边境非法入境时，被边防管理部门当场查获。到案后，面对警方的证据，两人终于供认不讳，承认偷越国边境罪，也承认在柬埔寨电诈园区主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1月19日，千山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舆论瞬间反转，曾经同情叶文斌的网友纷纷感到被欺骗。原来我们心疼的是个诈骗犯。母亲明知儿子曾被劝返，还故意引导舆论，太过分了。费某红的社交账号瞬间沦陷，从伟大母亲变成谎言制造者，而叶文斌和欧阳某某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目前两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深入侦查中。从全网同情的寻子悲歌到真相大白的诈骗闹剧，叶文斌事件的反转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境外从来不是淘金天堂，所谓的高薪快钱背后往往是万丈深渊，而网络谣言的蔓延不仅误导了公众，更干扰了警方办案。屏幕前的你如何看待这场反转大戏？是谴责两个年轻人的贪婪，还是同情父母的无辜？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高薪出境诱惑，会选择坚守法律底线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